就在我们每天煮饭的锅里，只要偷偷加1小时不起眼的东西，竟然能让你的内脏脂肪慢慢消失，血糖变得稳稳当当。而且方法居然这么简单，许多人花大钱买保健品，想象血糖减脂肪，却不知道每天煮饭时的一个小动作，就能燃脂又稳糖，让平凡的白米饭摇身一变成为养生良药，而且人人做得到。但是您知道吗？每天一碗平平无奇的白米饭，可能正是悄悄伤害您健康的隐形杀手。尤其人过中年，如果还沿用年轻时的吃饭方式，白饭可能正在让您的血糖失控，肚子囤油而不自知。现在我们就要告诉您如何化解这个危机。方法其实简单到难以置信，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为什么那些真正懂养生的人都在偷偷这样做？先等一下，在进入主题前，如果您关心自己的健康，请先点击订阅并开启通知，因为在这里我们揭示许多没人愿意谈论的真相。我也想知道您是否愿意与我同行。如果您正在观看这段影片，也感同身受，请在留言区输入1，若不然则输入0。若您也有血糖或肥胖方面的困扰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，我将尽力回复您的问题。我们先来聊聊为什么煮饭加醋这件事一直没有受到重视，甚至有人嗤之以鼻。很多朋友一听到煮饭加醋，脑海里可能马上冒出几个问号或顾虑。第一，觉得醋味道酸刺鼻，饭里加醋不是把饭弄酸了吗？想想就觉得怪，别说吃了，光是闻到那酸味就令人却步。第二，认为只是1小匙醋能有什么用？一大锅白饭加区几毫升醋，顶多增添风味，难道真能降血糖、减脂肪？听起来太玄乎了。许多人以为这只是民间偏方，没有科学根据。第三，有些人觉得控制血糖、瘦肚子哪有这么简单？一定要少吃饭、戒淀粉，或者花钱买一堆保健食品，甚至吃药才行。白饭加醋这种土方法太廉价寒酸了，上不了台面，怎么可能有效？这些观念牢牢地阻碍我们发现醋饭的好处，就像一场大误会，让这个简单的方法被埋没多年。该是时候揭开真相了。我先跟你说个真实的故事。我邻居老陈今年65岁，血糖偏高，肚子也有点大，是典型的三高前期族群。为了养生，他对保健品特别讲究，家里瓶瓶罐罐一大堆，什么美国进口的降糖营养素，日本来的酵素粉，瓶子上全是外文，一个月花在这些东西上的钱就好几千块。他太太阿梅是个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，有一次他听人说煮饭时加醋对健康好，于是趁超市特价买了好几瓶糙米醋回来，一大瓶醋不到100块钱，算下来每匙成本不到1块。阿梅想给老陈试试，就开始每天煮饭时悄悄加1小匙醋进锅里，希望对老陈的血糖和体重有帮助。结果没几天，老陈就闻出端倪。有天吃饭时，他皱起眉头问：你是不是在饭里放醋？饭怎么酸酸的？这样我可吃不下。你在搞什么偏方啊？阿梅只好如实说，听说这样煮饭可以稳定血糖，减少内脏脂肪。老陈一听，脸色沉了下来，说：你不要胡闹了，醋哪有这么神？酸味这么重，光想象就倒胃口。这种穷人才玩的东西少来，我吃我的高级保健品就好。阿梅没办法，只好表面答应不加了，但心里惦记着老陈的健康，自己默默继续在煮饭时加一点点醋，只是以后更小心，不让他发现。半年后，两人一起去做健康检查，报告一出来，大出意料，老陈的结果不太理想，糖化血红蛋白还是偏高，医生说他的内脏脂肪多，有脂肪肝的迹象，而且饭后血糖依然飙得很快，必须开始注意控制。反观阿梅，各项指数都非常漂亮，血糖稳定，血脂正常，腰围还比上次缩小了1圈，整个人比同龄人健康许多。医生惊讶地问他，平常是不是特别注意饮食或有在运动？阿梅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，也没有啦，我就是煮饭时都会加一点醋。医生一听，眼睛一亮，马上对老陈说，陈先生，您太太这招用对了，饭里加醋确实有科学根据。您那些昂贵的保健品充其量提供单一2种成分，
而他在吃的整锅白饭反而变成了全方位的天然帮手，效果可不比你那些瓶瓶罐罐差。老陈整个人愣住了，他原本不屑一顾的土方法，竟然得到医生的背书，看看阿梅健康的报告，再看看自己花大钱买来的一堆补品，老陈哑口无言。从那天起，他再也不敢小看煮饭时那小小一时醋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我们长久以来忽视的醋饭其实大有玄机。现在就让我们一一揭开煮饭加醋背后的秘密。首先来破解刚才提到的几个迷思。第一，关于醋的酸味，许多人嫌醋味太重，担心饭变酸难以下咽。朋友们，那不是食物变坏的臭味，而正是醋里的灵魂，醋酸的味道。醋酸是醋发挥健康功效的关键所在，你闻到的酸味越浓，通常代表醋酸含量越高，而正是这股醋酸能帮助我们延缓胃排空，抑制淀粉酶，把白饭里的淀粉分解速度拖慢下来。换句话说，它就像在你肠胃里设置了一个减速带，不让糖分子一股脑冲进血液。别再嫌那酸味刺鼻了，那其实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稳定血糖的恩赐啊。更妙的是，煮饭加一匙醋其实不太吃得出酸味。刚才老陈嫌饭酸，那多半是心理作用，因为阿梅放的量很少很少，煮出来的米饭只有一丝淡淡的醋香，几乎品尝不到明显的酸味。如果使用温和的米醋或陈年黑醋，酸味更低，却已经悄悄降低了白饭的升糖指数。想想看，日本人做寿司饭都会加醋调味，吃起来也不觉得酸。这传统做法无意间就让白米饭变得比较健康，不那么伤血糖了。第二，有人认为一匙醋分量太少，效果微乎其微，这可是一个大误解。现代科学研究早就证实，醋对血糖和脂肪的影响一点都不小。一项发表在《中华糖尿病杂志》的研究指出，在白米饭中加入适量食醋，可以使餐后血糖的最高峰下降约 10% 到 15%。别小看这10几个百分点，长期累积下来，对减轻胰脏负担、预防糖尿病恶化可是意义重大。醋酸能抑制分解淀粉的酶，相当于让淀粉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减慢，而且它还会让胃的排空变慢，食物在胃里多待一会儿，糖分一点一点缓缓释放，血糖曲线就平稳许多，不会出现尖峰暴冲。实验对比发现，不吃醋的人饭后血糖飙升又快又高，加了醋煮饭的人，血糖上升速度和峰值都明显降低。国际上也有大型研究佐证醋的威力。日本一项针对约2500名中老年人的长期研究发现，每天吃饭时摄取大约15到30毫升醋的人群，发生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不常摄取醋的人低了将近 22%。当这个数据在营养学会议上公布时，现场的专家们都惊叹不已。原来每天饭里区区一匙醋，长年累月竟能带来如此显著的防糖效果，所以千万别再小看那一匙醋的力量了。这绝不是道听途说的偏方，而是有科学实证支持的健康小撇步。第三，有人觉得醋饭这方法太简单、太廉价，效果肯定不怎样，比不上昂贵的保健食品。事实刚好相反，正因为它简单天然，没法申请专利，大公司才懒得宣传这种土法。保健品商人每年砸下上亿的广告费，拼命鼓吹各种号称降血糖、减脂肪的产品，一罐小小胶囊卖你上千块，利润翻了几十倍，而一整瓶米醋才多少钱？每天用下来可能连几块钱都不到。你想，这种情况下，厂商会愿意告诉你醋的好处吗？当然不，他们巴不得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乖乖掏钱买他们的神奇药丸。然而真相是，一匙醋也许胜过一把药丸。像老陈那样每月烧大钱，健康指数还是没太大起色。反观阿梅用几十块钱的醋，反而把指数调整得井井有条。到底谁在缴冤枉钱，不是一目了然吗？所以别再被华丽的包装和广告话术蒙蔽了。真正有效的养生方法往往朴实无华，但效果扎扎实实。现在我们把迷思都解开了，接下来深入看看醋饭真正的厉害之处。许多人上了年纪后饱受三高问题的困扰，血糖、血脂、血压都居高不下，还有肝脏、脂肪肝、小腹突出。其实很大程度上，
罪魁祸首之一就是我们每日的主食白米饭。白米饭升糖快，血糖一高，胰脏就不得不大量分泌胰岛素来应对。过多的胰岛素会把多余的血糖通通转化成脂肪囤积起来，而大部分脂肪就堆在腹腔内，包在器官上，成了内脏脂肪和肝脂肪。长此以往，血糖居高不下，脂肪越囤越多，体重蹭蹭往上涨，血脂血压也跟着出问题。许多人以为解决之道只有节食少吃饭，或吃药买昂贵的代餐，但煮饭加醋这个方法提供了另一条思路，那就是从源头下手，减缓白饭对血糖和代谢的冲击。好比水管漏水，我们与其一直擦地板，不如直接关小水龙头。醋饭就是在源头处帮你关小糖分水龙头。我们再打个比方，白米饭好比一匹脱缰的野马，一下肚就化成一群葡萄糖分子在血管里狂奔，胰脏只好拼命追赶，疯狂释放胰岛素去抓它们。一段时间下来，胰脏又累又伤，慢慢跑不动，抓不住那些野马，于是血糖就失控了。而醋就像一位驯马师，在这群野马出闸前，就先套上一道缓冲的缰绳，让他们跑不快，跑不远，温和而稳妥地跑完全程。胰脏呢，则可以从容跟在后头，不慌不忙地把糖分子一个个收编处理。结果血糖不上冲了，内脏脂肪也比较不会愈堆愈多。试想，平常同样吃一碗饭，如果有方法让这碗饭对身体的伤害大幅降低，甚至变成保护健康的助力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？其实背后是实打实的科学机制。我们刚刚讲了，醋酸能抑制淀粉分解，减缓胃排空，这两招联手就把饭后血糖高峰给削平了许多。血糖不大幅震荡，胰岛素分泌就不会过量，胰岛素少了，身体就不会疯狂囤脂肪，反而比较容易动用脂肪来当燃料。所以长期下来，醋饭不但不会让人发胖，还可能帮助减重呢。更厉害的是，醋酸进入人体后，还会启动一系列代谢路径，促进脂肪的贝塔氧化，也就是把脂肪当能量燃烧，同时抑制肝脏合成新的脂肪。中国循环杂志曾发表研究指出，食醋可以降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和坏胆固醇，长期有助于减少脂肪肝形成，保护心血管健康。所以醋饭这招不仅稳糖，还在暗中帮你清理血脂，可谓一箭双雕。就拿前面提到的刘先生来说吧，他三酸甘油酯高达 3.24， 几乎是正常上限的2倍。医生除了给他用药，也建议他尝试每餐把醋拌进米饭里。3个月后再检查，刘先生的三酸甘油酯降到了 2.36， 掉了将近30%，而且他自己也明显感觉肚子小了一点，饭后也没那么胀，人轻松了不少。你看，免费的醋饭疗法，效果一点不输昂贵药物，重点是没有药物副作用，还顺带改善了消化，真是一举多得。前面讲了醋如何降糖降脂，其实对瘦身也有帮助。别看醋没有直接燃烧卡路里的剧烈作用，但日积月累可以帮我们控制体重。有研究发现，每天摄取醋的人，腰围和体重都比不摄取的人略微下降。日本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，把超重人士分成2组，一组每天喝含醋的饮料，另一组喝不含醋的安慰饮料。10周之后，喝醋的那组平均体重减轻了约1-2公斤，腹部的内脏脂肪也明显减少。虽然不是什么瘦身特效药，却证明了醋确实能帮助缩小你腰间的游泳圈。不少肥胖的人都有脂肪肝的问题，医生也常说没有特效药，只能运动减肥。醋饭在这方面或许是个辅助手段。刚才提到醋酸能降低血脂，促进脂肪燃烧，长期吃醋饭就好像天天在帮肝脏做油切一样。有些人发现持续一段时间后，肝功能指数和脂肪肝指数都慢慢改善了。别忘了，故事中医生说老陈有脂肪肝迹象，如果他早点开始吃醋饭，也许就不会落到那步田地。至于高血压，醋对它的作用虽然没有血糖血脂那么直接明确，但也值得一提。有动物实验显示，喂食醋酸的小鼠血压比对照组低一些。科学家推测醋酸可能有抑制血管收缩物质，促进钠排出等作用。民间也有用醋泡花生、醋泡大蒜来降血压的偏方流传。
虽然人类临床证据还不多，但体重减轻和血管状况改善本身就有助于降血压，所以触犯对三高可说是全方位出击，连血压都有潜在加分效果。其实醋作为药并不新奇，在我们的传统智慧里，醋一直有特殊的地位。中国古人早就发现醋能消食开胃、杀菌解毒，在中医里认为醋可以散瘀、解毒、杀虫，民间甚至有早喝盐水晚喝醋的养生说法，意思是早上喝淡盐水清肠胃，晚上喝点醋保健康。尽管这些说法未必都有现代科学佐证，但也从侧面说明醋的确被长期视为健康食材。而在西方，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据说也用醋治疗病人。近年来，欧美更兴起所谓苹果醋减肥法，每天餐前喝2匙苹果醋，据称能减重降脂。其实原理都一样，都是利用醋酸来调节代谢。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以米饭为主，直接在煮饭时加醋，比起单独喝醋更温和，也更容易坚持。饭里加醋，相当于让醋酸慢慢释放，被米粒吸收，进肚后和食物一起消化，对胃刺激更小，也不会觉得难以下咽。谈到这里，有些朋友可能会问，如果我已经改吃糙米、杂粮饭，是不是就不用醋饭了？当然，全谷杂粮取代部分白米是非常好的习惯，但醋饭依然有它独特的优势。营养师指出，在白米饭中加醋，降血糖效果甚至不亚于直接改吃糙米饭。换言之，你用一般白米也能吃出接近糙米的平稳血糖效果。有些数据表明，醋饭的升糖指数比传统白米饭降低许多，甚至可能比部分糙米饭还低。如果再搭配上一些燕麦、大麦等全谷一起煮，更是如虎添翼。更重要的是，白米加醋，口感柔软，好吃。对那些不喜欢糙米粗糙口感的长辈、小孩来说，这方法特别友善。家中如果有人抗拒糙米饭，不妨试试醋饭，既保留白饭香 Q 的口感，又达到降低升糖的目的，一举两得。另外，我想强调，醋饭并不是孤军奋战，如果搭配其他良好的饮食习惯，效果会更好。醋饭本身已经帮我们降低了淀粉负担，如果再在一餐里配合高纤维蔬菜和优质蛋白质，那真是健康事半功倍。例如，醋饭配一盘烫青菜，再配一份清蒸鱼或豆腐，就组成一个降糖降脂的完美餐盘。高纤蔬菜如花椰菜、菠菜能让糖分吸收更慢，优质蛋白质如鱼肉、鸡胸肉、豆制品可以稳定饭后血糖，而少量健康脂肪，例如在菜里淋些橄榄油，能提高饱足感，并延缓糖类吸收。这样多管齐下，健康效果远远胜过只吞下一把保健药丸。事实上，有医师就在临床中结合这种全面饮食策略，取得了惊人效果。去年冬天就有一个案例，是某位患有糖尿病并发肾病的女士，在营养师指导下，每天以醋饭搭配鱼肉和蔬菜作为主要餐食。短短3个月后，她的糖化血红蛋白从原本的 8.2% 降到了 7.1%， 连尿液中的微量蛋白都明显下降。连医生都感叹，单靠药物很难达到这么好的改善，而饮食和生活方式的调整却做到了。此外，醋还有一些别的健康益处值得一提。醋除了上述降糖减脂，还有许多潜在的妙用正在被研究。例如，醋里含有的多酚等抗氧化物质有助于清除体内自由基，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效果。也有小规模研究探讨醋对女性荷尔蒙平衡的影响。例如，多囊卵巢症候群患者每天摄取适量醋后，月经与排卵状况出现改善的案例。再者，醋常被用来解油腻、助消化，饭前喝点醋可以增进食欲，饭后醋酸又帮助消化食物，减少肠胃胀气。醋甚至在食品安全上扮演角色。日式寿司为何要用醋饭？一开始就是因为醋能杀菌防腐，保护生鱼片不容易滋生细菌。古人旅行没有冰箱，常用醋腌制食物延长保存，也是利用醋的抗菌作用。现代科学也证实，醋酸对某些致病菌有抑制效果。因此，天气炎热时，用醋煮的饭比白饭更不容易变酸坏掉。民间还有山西人爱吃醋不爱生病的俗语，
意思是说，爱吃醋的人肠胃感染少，身体比较健康，也许长期摄取醋的抑菌作用真有助益，也说不定。总之，醋这样一个日常调味品，看似普通，却在各方面都有惊人的妙用，从血糖、血脂、体重到消化、杀菌、防腐，可以说小小一匙醋蕴藏的健康能量远超你的想象。讲了这么多，相信你对醋饭的威力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。许多朋友现在可能已经摩拳擦掌，准备冲去厨房试试了。但先别急，选对方法和注意事项也很重要。首先是正确的做法。也许有人想，吃饭时直接把醋淋在饭上吗？那样恐怕酸味太呛，口感不好。其实正确的做法主要有2种。第一种方法，煮饭时直接加醋。洗好米之后，在下锅煮之前加入大约1汤匙的食醋，然后按照平常程序煮饭。煮好的米饭几乎吃不出明显的酸味，但它的升糖指数已经降低了。第二种方法，醋水泡米。煮饭前半小时，把白米浸泡在加了1汤匙醋的水里，泡个30分钟后，把醋水倒掉，再换清水来煮饭。研究发现，经过这样处理的米饭，升糖指数可以进一步下降，大约降低20%左右。不过这方法稍微费事一些，大家可以依时间和方便性来选择。如果您平时很少自己煮饭，没机会把醋加进米里，那能不能透过其他方式摄取醋呢？答案是可以。例如，饭前半小时喝一杯稀释的果醋，也能帮助稳定血糖。采用这种方法时，切记要用开水将醋至少稀释10倍以上再喝，并且最好使用吸管，减少酸液直接接触牙齿。饭后记得漱口，保护牙齿的珐琅质不被长期酸蚀。相比之下，把醋加进饭里一起吃，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，因为醋酸已被米饭中和了不少，对牙齿和胃黏膜的刺激都小很多。再来，醋的种类也有讲究，建议使用天然酿造的食醋，例如米醋、黑醋或苹果醋都可以，尽量避免使用化学合成的醋酸水，健康效益较差。另外要选择纯醋或未加糖的醋，有些调味醋，比如寿司醋，为了风味添加了大量的糖和盐，不适合拿来养生煮饭，否则反而摄入多余的糖分。最好使用不含添加糖的原醋，才能确保健康效果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每次加醋别太贪多，通常煮1锅饭加1汤匙醋就足够了，约相当于2杯生米的量。每天醋的总摄取量维持在15到30毫升左右即可，超量摄取反而可能刺激胃黏膜，甚至伤食道。千万不要心急一次倒半瓶，那反而适得其反。最后我们来谈谈有哪些人不适合吃太多醋饭。虽然醋饭的好处多多，但并非人人适合。首先，胃溃疡、胃炎或经常胃酸过多的患者要避免醋的酸性会刺激受损的胃黏膜，加重症状。第二，如果您正在服用某些药物，例如胃药或部分抗生素，醋可能影响药效，在服药期间最好暂停醋疗法，或先咨询医师意见。第三，严重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也要当心，醋中含有一定的钾，肾脏差的人如果摄取太多醋，可能加重肾脏负担。这类朋友采用醋疗法前，务必要请教医生或营养师。另外，如果发现您每次吃醋饭后出现胃灼热或明显的胃部不适，那表示您的肠胃比较敏感，建议减少醋的用量或先暂停此方法，以免造成身体负担。每个人体质不同，适合别人的养生法不一定适合您，还是要以自己的身体感受为第一考量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醋饭不能取代正规降糖、降脂药物，它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。重度患者仍需遵医嘱规律用药，千万不要因为听了醋饭的好处就自行停药不吃，那是非常危险的。今天我们为这碗默默无闻的醋饭彻底平反了，它是糖友饭桌上的隐藏救星，是燃烧内脏脂肪的神秘帮手，是调理三高的平民良方，更是日常餐桌上的长寿秘方之一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健康不一定昂贵，也不必靠华而不实的保健品，很多时候最有效的方法反而藏在最平凡不过的日常细节里。选择醋饭就是选择天然、简单、高效的养生方式，也是选择不被商业营销牵着鼻子走的清醒。现在
让我们做个健康约定，从这周末开始，为自己和家人煮饭时，试着悄悄加上1小时醋。当你把醋倒进锅里的那一刻，请记得今天的分享，这不仅只是一直调味，更是你为家人健康加上的一道保障，也是你对自己负责的起点。让我们一起见证改变，从今天起，拥抱这份藏在厨房角落的平价保障吧。祝福大家吃出健康，活出精彩，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，健康长寿。我们下期再见。